各位台湾旅行迷、背包客还有沙发土豆们，大家好啦！今天咱们聊聊台湾15大世界级旅游景点，保证每个地方都藏着惊喜，让你边听边幻想自己已经在那里自拍打卡。别忘了点赞加订阅，准备好你的小本本，边看边记笔记，我们出发咯！第15名，宜兰的金车噶玛兰威士忌酒厂。这地方超级适合新手威士忌迷，从免费导览开始，带你看铜制蒸馏器，学怎么从大麦发酵到橡木桶陈年，全过程像魔法秀，橡木香气扑鼻而来，熏得你脑子嗡嗡的。别急着咽口水，导览完直奔品酒室，300台币就能尝4款丹麦芽，比如经典款的香草柔顺，雪莉桶的果香爆棚，或者波本桶的烟熏野性，喝一口就上头，感觉人生从此多一层橡木滤镜。这里不只看酒变身，还能顺便逛 Mr. Brown 咖啡区，对，就是那个咖啡品牌的老家，点杯拿铁配威士忌鸡尾酒，边喝边听调酒师八卦。我们的酒打败过3款苏格兰名酒，在2010年盲品赛上大出风头，他们刚拿下国际威士忌大赛的年度酒厂大奖。 Solist Port 同款还冲进全球前2， Triple Sherry 桶则稳坐高分榜第4，难怪全球酒迷蜂拥而来。周边玩乐也超赞，从酒厂步行几分钟就能溜到五节乡的稻田风光，租自行车绕圈，或者杀去乌石港吃新鲜海鲜。太平洋风吹着脸，配杯 Cavalan， 浪漫到想写诗。总之，你去一次你就懂，为什么它能从世界图标奖的最佳游客景点杀出重围，变身你的旅行清单首推。第14名，台湾原住民文化。台北的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可是入门首选，这地方藏在北投温泉区旁边，展厅里有泰雅族的织布机、阿美族的捕鱼神器，还有排湾族的雕刻艺术，件件都像在讲部落的传奇故事。导览员会跟你聊八卦，比如泰雅族猎人怎么用纹面证明勇气，或者布农族怎么靠8部合音跟山神聊天。门票只要150台币，展品多到逛2小时不嫌累，适合想快速了解原住民文化的懒人型玩家。逛完还能顺路泡个北投温泉，文化加放松，一举两得。但光看展览不过瘾，别急，咱们直冲部落现场。台东的阿美族部落，比如太巴朗或马兰社区，哇塞，简直是文化派对的现场版。阿美族的丰年祭在每年的7到8月热闹到爆，族人穿上5彩织布服，围着火堆唱歌跳舞，游客也能加入学几招丰收舞，感觉自己秒变部落一份子。你也可以试吃他们的野菜汤，里面有种叫山苏的野草，入口清香，香味感动到泪流满面。还有烤山猪，肉嫩到化，沾点小米酒酿的酱，哇，直接人生巅峰。参加丰年祭免费，但得尊重习俗，别乱拍照。想住一晚，部落民宿一晚约2000台币，包吃包喝，还能听族人讲鬼故事，刺激又温馨。接下来飞去海上孤岛，注意，达悟族要放大招了。现在我们坐船或小飞机到兰屿，达悟族的地盘，这里的文化硬核到不行，他们是台湾唯一的海洋民族，靠捕飞鱼和造拼板舟活出自己的传奇。每年3到6月的飞鱼季，族人会举行召唤飞鱼的仪式，游客可以报名跟船出海，学怎么用传统鱼叉抓鱼。达悟族的拼板舟更是宝，纯手工打造，划起来像在海上飞。兰屿的民宿一晚约1500台币，建议住东清村，近海又方便看日出。报名夜间捕鱼约3000台币，但记得带防蚊液，不然你会变成蚊子自助餐。这趟旅程不只看风景，更是走进台湾的灵魂。有时间的话，你可以一次性感受16个原住民族的热情与故事，直到爆。第13名，乌来热带森林。乌来热带森林古道可不是那种让你爬到腿断的硬核路线，超适合健行新手。最热门的乌来瀑布步道全程才1公里，坡度平缓，沿途有吊桥晃啊晃，溪水清澈到能看到鱼在开派对。走到终点，
乌来瀑布高达80公尺，哗啦啦的水声震到你心跳加速，喷出的水雾像天然冷气，夏天去简直爽到飞。步道免费，路程短到连阿公阿妈都能走，带瓶水和相机1个半小时就能征服，拍出埃及爆红照。但乌来不只有一条道，你也可以直奔那栋国家森林游乐区。这里的步道稍微陡一点，约3到4公里，穿梭在热带雨林里，蕨类植物像绿色地毯，空气湿润到能凝出水。沿途还有内洞瀑布，水流没乌来瀑布那么狂野，但清幽的像世外桃源。旁边还有溪流可以玩水，夏天直接跳下去泡个天然 SPA， 爽度破表。门票80台币，步道维护的超好，适合想有点挑战但又不想太累的你。玩完步道，肚子饿了，别急，乌来老街美食等着你。走完古道，冲到乌来老街大吃一顿才是王道。这里是泰雅族风味的天堂，烤山猪串香到让你忘了减肥，竹筒饭软糯喷香，配上泰雅族的珊瑚椒炒野菜，哇，吃一口就像被森林拥抱。还有现烤小米麻薯，甜而不腻。老街小吃价格亲民，预算300台币就能吃到撑，建议傍晚去。夜市灯一亮，气氛像过节。吃饱了还能顺路泡个乌来温泉，解锁完美一天。乌来离台北近，搭捷运到新店站，转849路的公车或计程车约30分钟就到，超方便。步道全年开放，但5到9月的雨季要带雨具，不然你会变落汤鸡。第12名，高雄军事历史遗址。先冲高雄旗津区的旗后炮台，这座1875年清朝光绪元年建的红砖堡垒，本来是守高雄港的咽喉要塞，日据时升级成炮台，2次大战差点被美军炸飞，现在是国家2级古迹，门票才50台币。爬上炮台，360度无死角看高雄港大船进进出出，风吹着脸，海鸥在头顶盘旋，感觉像在指挥海军大战遗址保存超完整。2025年加了灯塔观景台，傍晚去还能看日落金光洒满海面，浪漫到想写谍战情书。玩完别急，步行5分钟就到天后宫拜拜求平安，顺便吃碗耳阿煎续命。你也可以杀去鼓山区这日据时代无线电台遗址，建于1930年代，本是日本军方通讯枢纽，战后变身高雄广播电台的前身，现在是文化资产，免费逛。建筑是典型的日式水泥堡，里面藏着老式天线残骸和电报机，导览会讲八卦。这里曾传过盟军间谍电码，差点让高雄港变战场。试想想，你摸着老机器，以为能收到鬼魂信号，结果只听到自己肚子叫遗址周边绿意盎然，适合野餐，边听边走向玩间谍游戏。饿了，附近英国领事馆旧址有咖啡馆，点杯英式下午茶，边喝边幻想自己是双面间谍，超有梗。高雄眷村多到爆，尤其是左营区的再见886台湾眷村文化园区，这是全台最大海军眷村。1949年后，国军退伍兵聚在这里建的单层小屋群，现在活化成博物馆，门票只要100台币。逛着那些斑驳砖墙，共用水龙头，展厅里放老照片和口述历史，讲退伍老兵从大陆撤到台湾的酸甜苦辣，还有眷村里的相声和麻将业。在园区，你可以穿上老军服拍照，超级怀旧。周边有客家义民庙，顺路拜拜还能尝客家小炒，文化加美食一箭双雕。想住一晚，附近有民宿改的眷村房，2000台币起，睡醒像穿越回1950年代。第11名，台湾温泉。先从台北北投开炮，北投温泉是全台最有名的温泉区，离捷运北投站才10分钟。硫磺泉冒着白烟，号称美人汤，泡完皮肤滑到能溜冰。热门景点有地热谷，绿的像翡翠的温泉湖，免费看但不能泡。旁边北投温泉博物馆，门票40台币，讲从日据时代到现在的温泉故事，超有历史感。想真泡，北投有上百家汤屋，评价的像温泉路上的大众汤屋，1小时约300台币。
高档点的像嘉禾屋，1晚8000台币起，还有最近新开的星空露天汤池，边泡边看流星，浪漫到想喊老天我不想离开。北投交通超方便，捷运直达，预算500台币就能泡到爽，适合想一日游的懒人族。泡完还能逛夜市吃卤肉饭，续命满分。北投泰都市，那杀去新北乌来，泰雅族的山林秘境，这里的碳酸氢钠泉透明无味，泡完像给身体装了新电池。从乌来老街步行10分钟就有平价汤屋，1小时400台币。像云顶温泉还有户外汤池，泡着看瀑布，雾气缭绕像仙境。乌来适合周末2日游，公车849路从新店直达，搭配老街烤山猪和竹筒饭，预算1000台币内搞定，也去又疗愈。再来是花莲瑞穗温泉，号称黄金汤，碳酸泉带点微黄色，传说泡完关节都变灵活，像喝了仙丹。这区在瑞穗牧场附近，泡完汤还能去看牛吃草，顺便喝瓶瑞穗鲜奶，甜到心坎里。热门汤屋像红叶温泉，1小时350台币，有大池和私人汤屋。最近还新增了亲子戏水区，带小孩也能玩得嗨。瑞穗交通稍远，建议搭台铁到瑞穗站再租车，预算800台币，含泡汤和鲜奶甜点，适合想慢活的旅人。想来点硬核的，飞到台东绿岛，朝日温泉是全球3大海底温泉之一，咸咸的海水混着硫磺，泡在露天汤池看太平洋日出，哇，人生 bucket list 直接打勾。门票200台币，开放24小时，凌晨4点去泡最有感，星星满天，海浪拍岸，像在跟宇宙对话。绿岛要搭船或飞机，带好防滑拖鞋，海边石头滑到不行了。第10名，台北故宫博物院。台北故宫，哇，那70万件中国古董只展出一小部分，就够你逛1天腿酸。先来个经典开场，翠玉白菜。这件清光绪年间翡翠雕的宝贝，高指26公分，却藏着蝗虫和蚱蜢在菜叶上打闹。绿油油的纹路细到能看到虫子翅膀抖动，简直是雕工鬼斧神工。每次展出都人潮爆满，游客排队自拍像追星。白菜常驻重展区，免费导览会讲它从慈禧皇后的玩物到故宫镇馆之宝的传奇，它也被纳入故宫珍玩特展，搭配灯光秀，晚上看更梦幻。再来我们杀去青铜器展厅，毛公鼎这家伙重34公斤，直径47公分，表面刻了494个古文字，讲着周宣王封赏大臣的八卦故事，是全世界铭文最多的青铜鼎。摸着那些篆体字，感觉像在读3000年前的皇家推特。鼎子常年展出，青铜文明巡展会借来高清投影互动，边看边学古文，超适合想装文化的你。饿了？故宫茶餐厅有鼎子形状的点心，150台币一份，吃着吃着就饱了文化饭。再来是故宫的珍玩区，肉形石绝对是你的下饭神器。这块明代黄蜡石雕成五花肉模样，肥瘦相间，油光水滑，远看真以为是卤肉饭的配菜，近看才知是石头，雕工细到纹理像真肉在颤。清乾隆皇帝超爱它，还写了诗赞：假作真实真亦假。肉形石是故宫的搞笑担当，他会跟其他假山真实组团巡展，门票350台币，含语音导览，学完回家能吹嘘我的饭桌知识比你广。想再文一点，转战书画区。书画展厅里，苏轼的寒食帖卷轴长199公分，纸本墨迹狂野奔放，讲东坡居士雨中思乡的酸楚，笔触像在发泄情绪，和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、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并称天下3大行书。看完心情复杂，感觉自己也想提笔写日记。宋元书画特展正好赶上，借来高清复制品互动临摹，100台币工作坊报名，变身书法小达人。逛累了，故宫周边士林夜市续摊，买碗东坡肉面，呼应主题超有梗的啦。第9名，台湾高档美食飨宴。
别只想路边摊，台湾的高厨餐厅超猛，从台北的山海楼到屏东的赤眉，吃法国菜、日式怀石，混台湾风味，食材新鲜到爆。先冲台北的山海楼，这家粤式老将多年续保一星，用传统手路菜翻新经典，比如鲍鱼扣鲍鱼和蟹粉狮子头，食材从潮州空运来，鲜到能听到海浪声。餐厅在敦化北路的老建筑里，木雕屏风围着，点个双拼鲍鱼套餐，入口滑嫩带甜，配上陈年花雕酒，哇，感觉像在跟祖先视频聊天。人均3000台币，适合带长辈去。菜单还能客制素食版。周边信义区夜景近，饭后散步看台北101，浪漫指数 up up up。再来我们南下屏东的 Akim， 别看他在乡下，2025年获得米其林1星，闪瞎我的狗眼。主厨用分子手法玩转在地食材，比如泡沫化的芒果配烤乳鸽，摆盘像毕加索抽象化，入口先是脆壳爆开，再是果香层层叠。这家从农场直送的有机菜，环保到让你吃着吃着想种田。套餐4000台币起，2025年刚新入星级，交通从高雄高铁转计程车半小时，适合周末淘城。菜单每月换季，官网追最新惊喜。吃饱还能去垦丁冲浪，美食加冒险，完美。还有高雄的嗨里，这家续星的粤菜馆专攻海鲜，从旗津现捞的石斑鱼蒸清蒸，到蟹黄饺子舀，一口汁水四溢。餐厅临海设计，窗外传来传往，像在吃海上自助餐。主厨传承4代技艺，酱汁调的平衡到神级。人均2500台币，港口位置超秀，预订 App 简单，搭配高雄爱河夜游，预算3000台币玩1天。附近还有 J Park 创新菜，也值得串联，1天吃2星，魏王专属。第8名，台湾夜市。基隆庙口港口边的夜市挤满人潮，海鲜摊从烤鱿鱼到生蚝应有尽有，吃着吃着风吹海味，直冲灵魂。一踏进爱四路，这条主干道就是庙口夜市的灵魂轴心。海鲜摊从头排到尾，虾蟹螺蚬堆成小山，摊贩大喊现捞现烤，保证活跳。最经典的虾猴摊位100元一盘，小虾炸的金黄外脆内嫩，沾点辣椒酱一口爆汁，鲜到让你怀疑人生为什么不天天住基隆。入口区摊位多到选花眼，市政府加了 LED 灯串，晚上亮起像海底派对，免费逛，但预算先备点钱在身上，以防饿狼模式。走完这条路，肚子才暖身。再来我们沙区人一路转角的蚵仔摊，这里的鹅阿煎是庙口招牌，80台币一份，新鲜鹅阿混蛋液煎成金黄，但香裹着海味，咬下去软弹 Q 弹，配碗鱼丸汤，鱼丸手工捏的，汤头熬自鱼骨，鲜甜不腥。这些摊位传承1甲子以上，所有摊贩统一戴手套，卫生满分。饿了续杯鱼丸汤，汤里还飘鱼片，喝完整个人像被海浪推着走。旁边还有顶边错摊，米浆炸成脆圈，只要60台币超解腻，串联起来一顿200台币吃到撑。别只吃软的，转战庙口深处的中段，烤鱿鱼摊火力全开，整条鱿鱼刷酱烤得滋滋响，外皮焦香内里嫩滑，撒点椒盐一口咬，烟熏味直钻肺腑，配瓶啤酒，哇，港口风情满分。旁边螺肉摊更猛，螺肉现煮蒜蓉 Q 弹带嚼劲，海鲜味浓到能闻出浪花。摊位用电动烤炉，烟少油香不减，人潮高峰避开7点后，不然排队像鱼群游行。玩完还能是咸仔粥，70台币一碗，粥底绵密裹海鲜，暖胃又野性。完美桥接到甜点区了。还有你也可以去台湾最道地的士林夜市，台北的夜市教父，占地5公顷，摊位超500个，分美食区和周边商圈，从豪大大鸡排到胡椒饼，香到隔街都能闻。台南花园夜市，全台最大露天夜市，每周4、5日开，摊位400多个，占地像3个足球场。从棺材板到鱿鱼羹，台南味浓到像在吃历史书。推荐鱼羹，汤头甜咸，鱿鱼软弹像跳舞，还有葱油饼，
酥脆到掉渣，沾辣酱一口上天堂。高雄六合夜市紧邻爱河，摊位200个，主打海鲜和港味，灯牌亮的像海上迪士尼。必吃木瓜牛奶，甜到像初恋，还有海鲜粥，虾蟹鱼片挤满碗，鲜到舌头想移民高雄，超赞的啦！第7名，台湾民俗节日。台湾节日多到爆，从妈祖绕境到盐水蜂窝炮仗，万人挤在一起祈福放烟火，热闹的像过年天天来。先来个海洋开场，妈祖绕境。每年农历3月廿3，从大甲镇澜宫出发，9天8夜绕境300公里，信众抬着妈祖神轿走山过海，沿途万人跪拜，锣鼓喧天，场面像海浪推着神明前进。游客能加入抬轿队伍，穿上黄袍喊口号，汗流浃背却嗨到爆。近年加码无人机灯光秀，晚上看神轿闪闪发光，免费参与，但排队长建议从彰化或云林段切入。拜完还能吃妈祖米糕，甜糯带福气。南下台南盐水，农历元宵，蜂窝炮仗节开打，万人穿雨衣戴护目镜，在天坛宫前放上万发火箭，炮仗如雨点般射向人群，躲炮仗像玩真人版躲避球，刺激到肾上腺素爆表。这习俗源于清代驱蚊 ，UNESCO 都认证为非遗。最近安全升级，加围栏和医疗站，门票免费，但雨衣必备。高峰期避开10点后，不然人挤人像沙丁鱼。高雄也同步办小型版，串联起来一天玩2场，躲完还能吃盐水肉圆解压， Q 弹鲜美，超续命。还有中元季要放大招，转战7月半，中原普渡全台开趴。从台北的普济街到台南的河边，民众放水灯烧金纸衣，河面飘满灯笼，像鬼魂的埃及打卡，祈求好兄弟别来敲门。基隆的贡多一阁更猛，纸扎楼阁烧到天亮，烟雾缭绕，超梦幻。还有这里的端午节，全台河边龙舟齐发，从淡水的国际龙舟锦标赛到台东的原住民版，队伍敲锣划桨，岸边万人喊加油。赛后还有艾草粽子大 PK， 想象一下，你上船划几下，浪花溅脸像免费 SPA。 国际队对决，门票200台币看台上位，免费岸边挤蛋刺激，预算400台币含粽子和啤酒。划完还能泡宜兰温泉，酸痛变享受。还有特别要说一下中秋，台湾的中秋是烤肉趴开场，从台北阳明山的野炊到高雄的沙滩 barbecue， 月饼配烤玉米，家人围火聊八卦，浪漫到想许愿明年再来。元宵灯会更闪，台北和平公园灯海如银河，花灯猜谜超互动。中秋加光复节连假，4天假期烤肉无压力，吃着月饼看烟火，左手一杯啤酒，右手忙烤肉，幸福感满分。第6名，环游花莲东海岸。从宜兰骑到台东，太平洋在左，山在右，海风吹脸，沿途原住民村落温泉点，简直是自由灵魂的公路电影。从宜兰苏澳港开骑，沿省到11号南下，这段约60公里到花莲，路平的像新手教学关，太平洋在左边闪蓝光，右边山坡绿的像抹茶冰淇淋。沿途经过南方澳渔港，停下来吃完海鲜面，现捞由于汤鲜到灵魂出窍。热门景点有南澳潮洋步道，骑20分钟到，步道上看海景，浪花拍岸像为你鼓掌。租 Giant 单车500台币一天，含头盔和修理包，路况好到新手也能飞。骑4小时到花莲，住夜市旁民宿，超满足。接下来从花莲市沿台十一线南下到台东，全程约170公里，建议分2到3天骑。当然你也可以选择骑机车，中间经过太鲁阁、东河部落、台东三仙台，每段都像电影画面。太鲁阁入口有短程自行车道，骑进去看大理石崖壁，虽然地震后步道虽限行，但自行车道照开，风吹得像在飞。东河部落的阿美族民宿能吃烤飞鱼配小米酒，鲜香 Q 弹，族人还教你唱丰年祭歌，嗨到想加入部落。到台东三仙台，
八拱桥连着海中小岛，骑车绕桥像穿越神话。还有台湾超贴心，租车点遍布花莲到台东，比如 Giant 或 U-Bike， 只要约30台币每小时，沿途有知本温泉，泡一次约200台币，随时解乏。还有台东段高潮迭起，夏天7月至8月，你可能会赶上鹿野高台的热气球嘉年华。骑车到会场，抬头看彩色热气球飘在稻田上，晚上还有光雕秀，浪漫到想许愿，下辈子当热气球。附近排湾族部落体验玻璃珠 DIY， 串颗珠子像带走部落灵魂，超糗的啦。第5名，台南老城步行。天刚亮，从台南孔庙开逛，1665年建的全台首学，红砖黑瓦像古代书院，孔子坐镇，抽签求智慧。每年的祭孔大典有古乐8佾舞，像看孔子下凡现场。门票50台币，还可以 App 扫码看孔子讲课，步行5分钟到府中街。这里的鳝鱼意面酸甜 Q 弹，配豆浆，文人早餐满分。你也可以在10分钟步行到赤坎楼，1653年荷兰人盖的普罗民遮城，清朝改文武庙，石龟驼碑，浮雕戏如宫廷画。这里还有 VR 体验，约100台币就可以重返郑成功海战，刺激像玩刺客信条。晚上7点到9点还有夜间灯光秀，超浪漫。看完夜间灯光秀，你可以到民族路担仔面虾仁鲜谈，边吃边听郑成功八卦。过后你可以搭88路公车15分钟到安平古堡。1624年荷兰热兰遮城，瞭望台看台江夕阳，顺便到安平航海城鲸鱼地景，这里可喝咖啡。再点一份老街周氏虾卷脆鲜，陈家科嗲超级肥美。节日时夜市延到10点，预算300台币吃饱。渔光岛音乐趴超糗。你也可以租辆 T-Bike， 约30台币1小时到神农街百年老宅挂红灯笼，像拍胭脂扣窄门咖啡，一杯150台币拉花细致，喝下的每一口就像在破坏一个完美的艺术品。夜间还有导览，约200台币给你讲鬼故事，你也可以假装淡定。灯灭时，假如你吓到，你还以报服务生喊，这是特效吧。第4名，澎湖群岛吉贝沙尾。澎湖的吉贝岛沙尾像海豚尾巴伸进海里，白沙细到像面粉，冬天还能风帆冲浪，夏天就是你的私人海滩。吉贝岛的沙尾，哇，绝对是澎湖的 C 位明星。这天然沙洲因潮汐堆成，沙子白得像刚飘过，踩上去软绵绵，碎贝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海水清澈到能看到鱼儿开派对，媲美马尔代夫。欢迎夏天来晒日光浴，打造一身黑人肤色。冬天风很大，风帆冲浪超夯，1500台币租装备加教练，冲上浪头像飞鱼侠。沙尾免费，还设环保洗脚站，保持沙滩纯净。有预算的可以出300台币巨资买饮料，租躺椅，晒完还能玩浮潜看珊瑚。IG 爆款稳了。吉贝不只晒太阳，水上活动猛到炸。这里有吉贝海之旅8合1套餐，只要1000台币，超值到爆。香蕉船、海飞船、水上战车随便玩，不限次数。浮潜区看五彩鱼群，Supply 讲初学者也能上手，划着划着感觉像海上牛仔。活动集中赤坎码头，旺季在7到8月，酒店可能要提早1个月预定，不然名额像抢花火节票。玩完饿了，码头旁海鲜餐厅，约500台币吃烤牡蛎和海胆粥，鲜到舌头想移民。晒够了，可以骑机车绕吉贝岛，探访大果叶村的玄武岩奇景。这些火山岩柱像六角形积木，堆成天然围墙，风吹日晒1000年不倒。拍照像掉进侏罗纪公园。村落还有 AR 导览，扫码看玄武岩行程史，超有科技感。村落免费，步行1小时逛完。附近有仙人掌冰滩，酸甜解暑，配上海风，气到想赖着不走。第3名，台湾咖啡农场。从云林的古坑到阿里山，采豆烘焙，冲一杯热腾腾的台湾咖啡黑钻级，配上巧克力农场，甜蜜到牙痛。先冲嘉义阿里山，
邹族人的咖啡圣地。这里海拔1000到1500公尺，云雾缭绕像仙境。邹族咖啡原种出 Geisha 豆，2020年 CQI 评89.25分，世界第一。农场游导览带你钻进咖啡林，看豆子从红果到杯中的奇幻旅程，风味带芒果、花香、酸甜像恋爱初吻。邹筑原推无电咖啡体验约800台币，手烤、手磨、手冲，超原始。交通从嘉义高铁搭巴士到石兆约150台币，预算1000台币就可以玩一天，喝完还能吃茶油鸡，邹族风味满分。现在我们杀去台南东山，这里的175咖啡公路可是台湾咖啡的故乡。海拔500到800公尺，沿省道175线，咖啡园和咖啡像珍珠串。村长咖啡生态园最出名，导览带你看100年咖啡树， DIY 手冲还能学烤豆，豆子带黑糖和茶香，入口顺道像在喝丝绸。夜间生态游约700台币，边喝咖啡边看星空，浪漫到想写诗。从台南火车站搭新南客运1小时到东山，附近还有荔枝园，6月能顺便摘果，甜到飞起。云林古坑是台湾咖啡文化的起爆点，宋月咖啡庄园种了10种豆子 Geisha、Tipeka、SL34 样样来，多年继续蝉联国内冠军，风味有蜜香、莓果，余韵尝到像听完一首歌。导览带你逛5公顷庄园，讲豆农郭章胜从1980年代种到拿世界奖的奋斗史， DIY 烤豆还能带100克回家。交通从斗六火车站搭计程车，这里支付1000台币含餐和咖啡。附近石壁仙谷走走，雾气美到像仙境。想到这些地方玩的，记得自带环保杯。农场多推无塑，防晒喷雾也备好，高山紫外线猛如虎。总括来说，这咖啡漫游从阿里山的冠军豆到云林古坑部落乡，每戳一口都像在听台湾土地讲故事，直到你想扛一袋豆回家。第2名，台湾1500座庙宇。台湾庙超多，挑台北保安寺、鹿港龙山寺、台南城隍庙，每座都雕梁画栋。节日时香火鼎沸，求签吃素，灵验到你自己都不信。我们先冲台北猛侠的龙山寺，1738年盖的，全台最老最灵验。主祀观音菩萨，旁边还有妈祖、关公、文昌帝君，堪称神明大杂烩。香火旺到像24小时不打烊。这庙扛过地震、战火，夜晚还有夜间灯光秀，金色屋檐亮的像奥斯卡颁奖。游客能丢月牙快问运势。龙山寺捷运直达，约100台币可买香和金纸。农历新年还有祈福灯会，超热闹。拜完还能逛华西街夜市，吃龟苓膏续命，爽到飞天。接下来我们杀去台南，台湾最古老的妈祖庙大天后宫，清代宁靖王故居改建，红瓦飞檐雕龙画凤，细到像故宫藏品。主祀海神妈祖，保渔民、旅人香客挤到像春运现场。从台南火车站步行10分钟，妈祖诞辰时有绕境，万人抬轿像海上嘉年华。附近赤坎楼吃担仔面，历史味满分。下一站云林北港朝天宫，全台最夯庙。2025年截至7月夕，933万香客，妈祖坐镇，香火旺到像烟火工厂。1694年建成，闽南风建筑，屋顶瓷雕像动画片。听说还有无人机灯秀，夜间美到像妈祖下凡。交通方面在台湾大可放心，从云林高铁站搭计程车就能到达。农历3月妈祖绕境最热闹，附近北港老街吃鸭肉饭，鲜嫩到想续玩。高雄佛光山，台湾最大佛教中心，占地100公顷。2025年访客215万，大佛高36公尺，金光闪闪，像超级英雄基地。佛陀纪念馆有8塔环绕，展厅讲佛教全球史。近年还推素食 DIY， 约500台币，学做禅意饭团，超糗。从高雄高铁站搭免费接驳车，佛诞节有浴佛仪式，庄严又治愈。附近六龟夜市吃海鲜粥，暖胃又暖心。第1名，太鲁阁
国家公园。太鲁阁，台湾的皇冠宝石。陡峭大理石崖壁，翡翠绿的利雾溪瀑布喷雾，简直是上帝用中国水墨画 3D 打印的杰作。我们先来太鲁阁的入门及明星燕子口。这步道沿台八线中横公路，崖壁高耸300公尺，下面利雾溪咆哮，洞穴多到像蜂窝，夏天燕子飞来飞去，感觉像在看免费鸟类演唱会。但震后这里还在修，最新7月1日起开放部分崇德游憩区，但燕子口本体封着，禁止乱闯，不然落石砸头可不是开玩笑的。从太鲁阁牌楼开车进，戴安全帽走不到。崖壁大理石纹路美到像中国水墨画，风吹雾气扑面，凉快到想喊空调免费送。步道全线780公尺，沿途看溪谷和野花，轻松极健行操，适合新手。再来转战白杨步道，这条步道藏在隧道后，全长2.1公里，沿途6个隧道和白杨瀑布，瀑布高200公尺，分2层喷下来，雾气像天然烟雾弹，夏天跳进去泡野溪，凉到骨子里。震后白杨步道还在修复中，封路别硬闯。附近同里部落和大同部落的连外步道在6月底前大致完工，能去部落体验太鲁阁族文化，吃烤山猪配小米酒，野性满分步道免费。但2025年地质风险高，建议开车游览中横公路，看长春祠的泉水从崖壁冒出，永不枯竭，像神仙在浇花。想加码？部落湾台地开放中，学太鲁阁族编织，文化加风景，一举两得。接下来是太鲁阁的9驱洞，公路弯9转18拐，崖壁上洞穴连洞穴，开车像在玩赛车游戏。窗外峡谷深渊直掉300公尺，肾上腺素飙到爆。9驱洞步道震后施工中，封着只能开车看。慈母桥也一样，桥下溪水绿油油，桥上风大到帽子飞，从花莲火车站搭客运进公园，或租车自驾超自由，沿途停燕子口或慈母桥拍照。崖壁大理石光滑道能当镜子照脸，记得雨天别去，不然变泥巴大战。周边追路古道也封着，但开放的崇德区有海边步道，看太平洋浪花配峡谷，浪漫到想谈场峭壁恋爱。总括来说，太鲁阁峡谷奇观是台湾野性的巅峰，从峭壁瀑布到部落文化，每一寸都像大自然的惊叹号。2025年虽震后复苏，但美到你想喊宝岛我爱你。好啦，台湾15站巡完，你是不是心痒痒想订机票？请先快留言告诉我，你最想冲哪站？是泡绿岛海底温泉，还是去盐水躲蜂窝炮仗，还是你有其他台湾隐藏景点想让我挖？记得订阅点铃铛，分享出去。下一期我们宝岛见啦，拜拜。